Hello，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那夏天到了，又是吃芒果的季节了。那我们今天要来操作的就是这个芒果馒头。那我们会添加这个凤梨果干啊，凤梨果干。我们会把这个凤梨果干再把它剪成小丁，然后混在里面。那当然，这个芒果啊，我们会把它先去皮削成丁，然后再用果汁机把它打成芒果汁，再来操作。那操作之前，欢迎你帮我按订阅、分享，再按赞。那我们换个地方操作吧。好，我们现在来边介绍今天所使用的材料，然后边开始操作。这里是中筋面粉500公克，然后这是5克的发酵粉，我们把它倒进，然后用筷子把它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再来，这个是260cc 的芒果汁啊，芒果原汁，那我们把它倒进来。好，然后我们把它搅拌成大面絮状。好，现在已经成为面絮了。那我们把筷子拨干净，然后用手来按压。按压的同时，顺便把我们的工作盆啊稍微把它擦拭一下。那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爱文芒果啊。最近的芒果是算蛮红的，所谓的红就是它的议题还蛮多的。第一个当然它是盛产，那再来就是屏东那边产芒果的地方啊，因为这次病毒的问题啊，疫情的问题，然后有一些风风雨雨，那我们不管，反正就是现在是吃芒果的季节，然后就趁现在又便宜又好吃的时候，那我们就来做芒果馒头。好，我们放在工作案板上面来开始搓揉。那搓揉的时间一样是抓8分钟。你在搓揉的时候就可以闻到淡淡的爱文芒果的味道啊。那因为芒果本身就酸酸甜甜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另外再加糖下去。而且我们在一次发酵结束做排气动作的时候啊，我们会再把凤梨果干放进来。那凤梨果干本身就有甜度，那所以今天就没有再另外加糖。好，经过8分钟左右的搓揉，我们的馒头已经揉好了。那我们把它放在工作盆里面。盖上盖子，等待它做一次发酵。那一次发酵的判断就是现在馒头的2倍大。那以今天的天气，室温差不多30度，那我们发酵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我们等一下回来。Hello， 我们的馒头一次发酵已经 OK 了，已经2倍多了哈。你可以闻到蛮香的芒果的味道啊。那我们把它取出来，首先一样在案板上面先抹一层粉啊。那我们把它取出来，我们先把这个已经切成小丁的那个凤梨果干我们把它加进来。这里是60克，因为它一包是60克，那我们把它加进来，然后开始做排气的动作。那排气的动作一样是做5分钟，然后就可以了。如果你的面团感觉比较湿一点，你可以适时的添加这个手粉手上的放在手上的粉我们统称手粉，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中筋面粉因为之前有好朋友在问为什么是用手粉，它是指煮熟的熟那我们要稍微更正一下它是手上的手。就代表我们随时可以随手添加来操作的这个粉。那有另外的好朋友问说，为什么我们的
操作方式啊，都是做2次发酵，因为有些其他的老师是讲1次发酵就可以了。那坦白这样讲，我小时候跟着母亲学的就是这种2次发酵。当然现在时空的转变，很多人也会做1次的发酵。那应该是口感上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吧。那我们就是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那有机会我再来试看看做1次发酵的效果是怎么样，然后再跟各位分享。突然想到，下次应该可以来做一下那个芒果馒头，然后里面添加一些那个蔓越莓果干。蔓越莓果干，因为这样颜色会比较跳。那不然像今天用的凤梨果干啊，它跟芒果的颜色太近了。好，我们的馒头好了，那我们把它搓成长条形。因为我们今天就不把它擀平，再把它卷，我们直接把它搓成长条形就好了。因为它上面有一些果干，所以它的表面就会稍微有一点感觉是坑坑巴巴的那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开始来做切割的动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芒果馒头。那我们取1颗，然后在上面画2刀。我们在上面画2刀。第一个做造型，第二个来看它的那个2次发酵的膨胀。它这个2刀会有撑开。如果发酵好，它会稍微撑开一个角度这样子。现在是刀切痕而已，那到时候它会撑开，那我们来判断。当然一般的判断就是现在馒头的1.3倍大左右。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好，经过10分钟左右的发酵，因为我们今天的室温差不多在32度左右。那各位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把它切2刀的这个这一颗馒头，它已经张开了切刀痕它已经张开了。那其他的也膨胀差不多1.3倍左右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冷水入锅，然后开大火下去蒸，然后等它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15分钟一到，我们关火，再焖个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喽。Hello， 我们的芒果馒头已经蒸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做2次发酵的时候，我们有把它切2刀把它切2刀。那现在胀开来是这样子蒸好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会缓慢的弹回来那我们把它剥开，一样是非常绵密的非常绵密的。我们这次没有把它用擀开，然后擀成面饼，再把它卷起来。我们直接就面团揉好了以后，排气动作做好，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搓成长条来切割这样子。那我们试吃一口看看吧。你如果咬到那个凤梨果丁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QQ 的感觉还蛮香的，有点甜味。所以我们今天的馒头本身就没有再加糖下去。各位可以听到我咀嚼的声音还蛮 Q 的这就是手工馒头的特殊口感那口味也不错。这个夏天的季节来吃芒果是最棒的当然你添加一些夏季热带的水果下去混合，当然是更棒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当然可以在家里试着操作看看。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那我会试着帮你回答。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